爬出低谷最快的方式就是大量的去模仿曾国藩。好多人遇到低谷期，第一反应就是去找各种的勵志书、励志名言，再就是听所謂的成功学，看视頻的雞湯。結果呢，當時聽的是熱血沸騰，第二天早上醒來還是老樣子，撅着屁股睡到11點。為什麼？因為你是缺了一個能夠照着做並且不費腦子能夠行動的一個指南。想要翻身，想要走出你的低谷期不難，甚至說這個方法更加的簡單粗暴。我為什麼讓大家去學習模仿曾國藩呢？因為他不是一個天才，他就是一個普通人，他的人生的起點甚至比在座的各位都要低，甚至连個平頭老百姓都算不上。考了7次才中了一個秀才，30歲之前一事無成，脾氣又差，性格又不好，性子又急，帶兵打仗那是屢戰屢敗，一生當中從無正的戰績。30歲之前，对吧？你再差能比他差哪儿去呢？人家都要絕望到投河自盡了，是不是？但是就是這麼一個人，後來呢成了那個晚清的4大名臣之一。他留下了一套方法論，這一套方法論不是靠天賦，而是靠一套誰都能夠學的會的一套系統。你要做的是不是去和那些天賦异禀的人去拼腦子，而是去學一個真正和你一樣普通人靠着方法論能夠翻身的一個方法論，一個逆襲的這樣的人。曾國藩有3個核心的行為系統，今天我講完你就能夠用得到，用上了堅持下去你就能夠早日翻身。第一，早起，並且學會寫那個復盤日記，能夠做到這一點，我感覺你能夠打敗全國90%的人了。他每天早起把自己的行為、情緒、決策全都從頭到尾的回顧一遍，寫下哪裡是錯的哪裡需要改進。當然我不是讓你做流水賬，你是要深刻的学会自我去剖析這件事你現在就可以做呀，對吧？每天早上起來早醒，醒來之後用手機或者用本子寫下你昨天做的最失敗的3件事，或者說那3點哪裡能夠改进的點都是你需要做的。写完之後立刻今天就会做出動作的調整。第二，用笨功夫做扎實事兒。曾國藩有一句名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自致敗。什麼意思呢？就是他知道自己明明是一個資質普通的人，那麼就要學会用堅持，用最笨的方式，每天固定的去學習、讀書、學習、練字、處理事務，對吧？雷打不動你現在低谷就是因為你想的太多，做的反而太少，只想不動。別總想着一步到位，選定一件事兒，每天跟他死磕1個小時，3個月之後你回過頭來看一看，早已發生了改变，早已不是3個月之前的你自己了，对吧？他就不可能不發生改变。第三，结硬債，打呆仗。他打仗從來不追求奇謀，也不追求什麼兵法奇術，當然你也不要去學習什麼諸葛亮。人要學會自己承認自己的腦子笨腦子不聰明。人類學會自嘲是開始進步的第一階梯，對吧？就是紮營、練兵、圍城，用最穩的方式去贏得每一場戰爭。他知道自己的腦子是不夠聰明的，所以呢他從來不會玩花樣，他只做這種確定性比較高的這種事情。別總想着走捷徑，把你的基本功扎牢，把可以控制的事情做好，時間自然會給你回報。那麼為什麼說這套方法論它是有用的？因為它已經繞開了大部分人性最大的一個弱點，就是不知道從哪兒開始，困倒了一大批的人。低谷期不是不想努力，而是你的方向太多了，選擇太亂了，反而幹不動了。但是呢，你有一個具體的人作為你自己的一個模板，那麼你就不用想了，直接照做。他幾點起，你就幾點起；他怎麼復盤，你就怎麼復盤；他怎麼安排時間，你就怎麼安排時間，原封不動的去给他照抄過來。尤其是做互聯網和自媒體的各位朋友，既然咱的腦子不夠用，那麼咱就用時間去來湊這個東西。只要這個所有人是在這個地球上生活的不脫離地球，那麼這個時間肯定是公平的，誰也不會多1秒，誰也不会少1秒。當然我不是說一定要去機械式的硬搬，而是用你的行為倒逼你的思維成長。也就是說，你先要選擇一個做對的事兒，然後想辦法
然後呢再去学習。这個時候你做的時候學習會了，你的腦子自然就會跟上你的想法。尤其是當下工作特別難找或者說降薪收入降得厲害，整夜整天的失眠的朋友，我相信你不管是看書啊、看報啊、聊天啊、打遊戲，你的心裡都是一片混亂，腦子也是一片混亂的。如果說你真的是這樣，那麼你就效仿曾國藩的那一套，早上6點起來之後寫復盤，昨天哪一件事沒有做好，為什麼，今天能不能改，那麼寫完就專注的去做這件事兒，不要去刷手機，不要去看勵志視頻，也不要去刷那些所謂的信息流廣告專心的去搞內容，給自己1個小時固定的時間，拆解別人為什麼成功做好的方式，晚上9點準時停下來，回顧一天，執行到底執行的怎麼樣。一開始做肯定我告訴你非常的難受感覺自己啥用都沒有，做了等於白做。但是你要知道，曾國藩能夠堅持，你也一定可以。給自己1個月的時間去堅持，看看你的狀態是否會變好。堅持3個月的時間，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做事情越來越順。如果說你做到了，狀態越來越好，然後做事越來越順，你也不要相信這是一個奇蹟，只是一位老的前輩用親身的經歷告訴了各位這件事情是正確的。你只需要去做一個被驗證的方法，然後堅持老老實實的去做就可以了。很多人做不到，他並不是方法不对，而是真正沒有一種執行力。比方說你看到這個寫日記試了2天，沒感覺，趕緊滾吧，然後就不幹了，就放棄了。然後呢，看到這種笨功夫又嫌太慢，大錢掙不到，小錢看不上，又去找捷徑，最後呢虧得一塌糊塗，对吧？看到了捷運債，感覺就是特別的無聊，總想找點更刺激的，結果呢深入泥潭就上不來了，對吧？結果呢，就是你看，所有從低谷爬出來的人，往往是用最笨、最慢、最踏實的方式，一步一個腳印兒。只有這些方式確定性最高，對吧？最不容易翻車，才能夠翻身。不是去學所謂新的道理，或者說新的模式，而是去立刻的模仿。如果實在不想寫日記，那麼你就把你目前最頭疼的3個問題打在我這個評論區，然後收藏起來視頻，點個關注，然後點讚，時不時就看一看別人是給你的這3個問題怎麼評論的，或者說別人有哪3個頭疼的問題是否值得你借鑑，怎麼解決，然後呢再去自我解決，自我剖析。每天重複這個流程，別停，別懷疑，別找借口。1個月之後你就會發現你早已不在原地，3個月之後你會發現你就會走出人生這段低谷，半年之後你就會發現你會感謝之前你堅持的那個自己。做一個敢於模仿、敢於實幹、敢於堅持的人，曾國藩能夠做到，你也能夠做到。各位朋友，為什麼？因為你的出身絕對會比他高，就不可能比他低。